嗨，我是9月，我想在龙年做一只巨龙风筝，带着大家的愿望一飞冲天，结果它差点把我带上天了。这种风筝的做法极为复杂，求学的道路也并不顺利。我的头！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楚老师，潍坊风筝的非遗传承人。老师，那个也是您做的？对。其实我来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没想到有这么复杂，感觉在做工程制图。风筝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，但是古代没有龙头风筝，这个是现代风筝艺人的创新。现在做的圆圈是龙头的基础，后续所有的部件都是从这个圆上面延伸出去的。风筝最常用到的一个技巧，就是先用较宽的竹片烧出造型，再用刀把它从中破开，这样就能够得到2个一模一样的弧度。这个是龙的脑门，这个是龙的上巴，这个是龙的脑壳。龙的造型我之前也做过，其实有些惊艳。而风筝的难点在于，就算你了解了所有的构造，做出来可能也飞不了。这个龙头的样子看着就不像是能飞的东西。我们还用同样的方式做了几个小龙头，接下来还要加上龙角、龙须这些部件。这个做法是楚老师的又一个创新，他结合了潍坊风筝的扎工精细、造型优美和阳江风筝的灵动，这样的确更好看了，但我就是担心它飞不起来。老师说肯定没问题，他以前做这个风筝整整试了大半年。现在的这个龙头就是一个兼顾了结构强度、轻量化和美型度的完美答案。骨架成型之后，后面再工作起来就会施展不开，屋子里已经容不下这个大家伙了。虽然天气有点冷，我们还是决定把它搬到外面来做。幼稚。蒙皮的时候我说我来就行了，老师还是不放心，就守在旁边，生怕我哪里贴得不好。后来听秦老师聊起才了解，别人都说他这个人痴迷风筝不要命。以前有次试飞新风筝的时候，风太大，把他人都带起来了，他就是不松手，被拖行了几10米，浑身是血，硬是把那个风筝从老天手里抢回来了。光阴者百代之过客，唯有热爱不负韶华。之后就可以画皮了。龙头的花纹以祥云夸张造型，由浅到深，以渐变法覆盖而成。上色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，老师对绘制的要求极高，生怕辱没了手艺。第2天又下了一场大雪，天气更冷了。白雪映射着阳光，不但刺眼，而且还会反射超强紫外线，对皮肤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之前做的小龙头和龙身也要上色，大龙头的2个龙角就是2个小龙，其他的小龙之后也会镶嵌在大龙头上，最多可以放上8个，做成9头龙。这种做法也是楚老师的一个创新，正是有很多和老师一样的人在努力，非遗风筝一直都在发展。现在全世界70%的风筝都出自潍坊。站在前人为我们积累的荣耀上，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能看到自己不曾到过的风景。终于在雪快融化的时候，我和老师把它画完了。
现在我们把腰片串起来，做出龙身就可以了。自古以来，龙就有着无数的神话传说。其实也有一种朴实的说法，龙是由最初各个部落的图腾融合而来。他们有人期望牛的力量，有人向往虎的勇猛，有人渴望鹿的灵动。在物质匮乏、科学不够昌明的时候，很多美好的愿景超出了现实，虚无缥缈，但是他们愿意去相信，把它当作自己的图腾，自己的信仰，直到那些所有美好的希望都融合在了一起，变成了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图腾，叫做龙。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忘了龙到底代表了哪些部族，但是我们记得自己是龙的传人。我们相信的力量。所有小动物都能有自己的家，宝宝快点长大，健希望自己以后康康，聪明，希望在新的一年考进不要欺负我了，和家人顺顺利利，希望自己的腿早日康复。龙原本不存在，但是当它汇聚了所有美好的向往，穿越了5000年时空，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就是东方的巨龙。